如果平时不注意饮食或者不良的生活习惯，都会损害血管，导致血液粘稠、血管堵塞。那如果想要保护血管，除了要改掉不好的习惯外，也可以常用散物泡水喝。山楂。山楂对我们来说很熟悉了，其实山楂是一种药食两用的食物。山楂中含有黄酮类物质，能够舒张血管，清除血液中毒素垃圾。经常用山楂泡水喝，能让血管通畅无阻，保护血管健康。莲子心。莲子心对血管健康也非常的有好处。莲子心中含有大量的胶质和膳食纤维，能够起到净化血液、促进身体排毒的功效。那没事用莲子心泡水喝，也能够帮助软化血管，预防血管堵塞。牛蒡。牛蒡是一种很好的食材，牛蒡含有很多营养物质，其中含有丰富的水溶性纤维素和菊糖，能够促进血液垃圾排出，起到净化血液、软化血管的作用。所以经常用牛蒡泡水喝，也能够帮助养护血管，预防血管疾病。好了，大家还有什么想要知道的问题，或者是不管男女都希望自己能够活得长久一些，那么对于寿命较长的人，通常身上2处毛可能会多，如果你也是，那就恭喜了。第一个，眉毛多。眉毛和我们的肾脏有很大关系，通常眉毛越多越浓密的人，肾脏也是很健康的，这样的人身体相对来说也会健康，那么就会增大长寿的几率。第二个，腋毛多。很多人腋毛多可能会觉得很影响自己的形象，尤其女性朋友经常会刮掉。其实腋毛是可以帮助我们调节体温，抵御一些细菌和病毒的，还能够减少胳膊对胸部的摩擦，所以腋毛多的话，对身体的健康是有很大好处的。大家就尽量不要去乱刮掉了。对于想要长寿的人来说，平时要多注意饮食，每天坚持运动，保持一个好的心情，或者常喝一些养生茶，比如菊花茶、苦荞茶等，对身体健康都有很大。血管应该是很通畅的，如果血管堵塞，那么很有可能会引起中风、脑梗等疾病，所以平时要保养好血管。大家可以常吃1物，多喝凉水。茄子是常见的蔬菜，很有营养，其中含有的维生素 P 属于类黄酮，具有软化血管、疏通血管的作用，所以经常的吃点茄子对血管健康有帮助。山楂虽然是一种水果，但是却营养丰富，其中含有的3铁酸能增大冠脉血流量，清理血管垃圾，软化血管，所以经常的用山楂干泡水喝，能帮助疏通血管，预防脑梗。苦荞。对于苦荞茶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，它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，其中含有的类黄酮和矿物质具有疏通血管、净化血液的作用。如果不想给血管添堵，可以经常的用苦荞泡水喝，这样脑梗也会绕道走。人经常会出现便秘的情况，宿便排不出来，身体就容易堆积毒素，导致身体肥胖。针对这种情况，推荐大家可以常喝冬瓜荷叶茶。冬瓜荷叶茶里面有冬瓜、荷叶和决明子，具有利尿通便、刮油解腻的作用，能够帮助改善便秘，还有减肥的功效。除了多喝冬瓜荷叶茶外，还可以经常刮刮手。在我们手上商阳穴到合谷穴这一段是大肠经，找到之后可以拿出家里的刮痧板，从上往下进行刮拭，刮49次即可，左右手都要刮1遍。这样刮手可以调动大肠经气血，促进肠胃蠕动，轻松排出宿便。宿便没有了，肠道干净了，这样肚子也会很舒服，并且皮肤也会变好哦。最好是在早上5点到7点这段时间刮，效果。说到陈皮，大家应该都听过1两陈皮1两金，100年陈皮赛黄金的说法。陈皮也就是晒干的橘子皮，药用价值很高。那陈皮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 和香精油，有理气健脾、燥湿化痰的功效，对身体可以说好处多多。其实陈皮还可以和别的食物一起搭配，这样养生效果会翻倍哦。陈皮和玫瑰花搭配，玫瑰花有调经活血、疏肝解郁的功效，但是玫瑰花性寒，所以加一些陈皮能够达到平衡的效果。经常用陈皮和玫瑰花泡水喝，也能够让肝脏越来越好。陈皮和山楂干。
山楂大家都知道有健胃消食的作用，那除了这个，山楂呢还有软化血管、抵抗衰老的作用，所以将陈皮和山楂干放在一起泡水，健脾养胃、化痰祛湿的效果会更好。是生命之源，我们是离不开水分的滋养的，所以呢，很多人都有晨起空腹喝一杯水的习惯。虽然早上空腹喝水能够稀释血液、润肠通便，对健康有好处，但是喝水时要不注意3点，可能会危害健康哦。第一点，用饮料代替水。有些人喜欢用饮料代替水，这是错误的做法，因为饮料中含有很高的糖分，这样呢很容易引起血糖升高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第二点，喝水太多。虽然说早上空腹喝水很养生，但是也要控制好量，每次喝1杯温开水就行。如果摄入过多，很容易稀释胃酸，让消化能力降低，对肠胃健康不利。第三点，不注意水温。因为早上是空腹状态，所以水温要掌握好。如果喝太烫或太凉的水，很容易刺激肠胃，对健康不利。所以呢，只有正确喝水才有利于健康。对于肠胃不好的朋友，可以呢经常的喝点蒲公英根茶、苦荞茶，有养胃护胃的作用。花生是男女老少呢都喜欢吃的食物。那花生呢营养价值很高，经常的吃花生对身体啊有很多好处。如果呢每天早上空腹的吃几粒花生，坚持一段时间，身体可能会收获喜人变化哦。第一个，养胃。花生中呢含有磷脂、不饱和脂肪酸和丰富的膳食纤维，经常的吃一点花生，可以呢帮助修复胃黏膜，缓解胃部不适。除了花生养胃，还可以喝点蒲公英根茶。第二个，补气血。因为花生中含有丰富的脂质和蛋白质，所以女性朋友经常的吃一些花生，可以帮助补气养血、美容养颜。第三个，降低胆固醇。对于胆固醇高的朋友，晨起吃几粒花生也可以帮助呢降低胆固醇，对身体健康是有好处。如果天气太热或运动量过大，人就会出汗。虽然出汗有一定的排毒作用，但如果这些地方总是出汗，就可能是身体出问题了。手脚心大量出汗，不管是天气热还是天气冷，手脚心总是出汗，就要警惕脾胃失调、肾脏问题了。建议大家多吃一些温补食物，比如红枣、桂圆、枸杞等等，还要注意多进行体育锻炼。额头大量出汗，如果没有大量运动，额头呢总是莫名的出汗，这时要警惕肝阳上亢，建议大家呢平时少熬夜，多注意休息。颈部大量出汗，那正常颈部呢是不愿意出汗的，但如果颈部总是无缘无故出很多的汗，要警惕内分泌失调。建议大家避免熬夜，多补充营养元素，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。如果你也有上面这些问题，就要引起重视了，要记得及时的调理哦。说起痛风，很多人都熟悉了，出现痛风跟体内尿酸高有很大关系，所以不想痛风要控制好体内尿酸平衡。那平时的饮食就要多注意，厨房里常见的2种调味品含有很高的嘌呤，要少吃才行。第一个，黄酒。黄酒中含有酒精，并且呢含有大量的嘌呤，如果尿酸高的人经常吃，会影响尿酸排出体外，这样时间长了就容易引起痛风，对健康不利。第二个，蚝油。蚝油也是厨房常见的调味品，虽然蚝油味道鲜美，但是蚝油中也含有很高的嘌呤，所以尿酸高的人还是少吃为妙，这样痛风也会远离你哦。那尿酸高的人可以多喝点利尿的茶，比如冬瓜荷叶茶、菊苣根茶等，有利于呢尿酸的排出，对健康也有帮助。好了，今天就唠到这里吧，大家还有什么想知道的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下期见吧，拜拜。